你知道吗？这个世界上最贵的风水根本不在祖坟里，也不在寺庙里，而是长在你的脸上。很多人初一十五坚持吃素拜拜，过年过节赶着去大庙点光明灯、安太岁，或者是添香油钱、捐砖盖庙，出手从来不心疼。我们大半辈子都在向外求，求财神爷赐福，求菩萨保佑一家老小平安健康。可是你仔细观察一下结果呢？很多人拜完佛，刚踏出庙门，为了一个停车位被挡住，转头就跟路人大吵一架；去趟传统市场，为了一两把葱，跟摊贩计较半天，气得满肚子火。晚上好不容易回到家，看到孙子玩具乱丢，或是另一半电视声音开太大，那一肚子的无名火马上就爆发出来，用最尖酸刻薄的刀子嘴把身边最亲的家人闲得一无是处。我们总以为花了钱去庙里做善事就是在积德，却不知道你辛辛苦苦向神明求来的福报，早就在你皱着眉头抱怨的时候，在你得理不饶人的语气里，以及那张冷冰冰的脸上，一点一滴的全部漏光了。我们常怨叹自己命苦，感叹老天爷不帮忙，却没发觉其实是我们每天的脾气和起心动念，亲手把家里的财气与福气给挡在了门外。真正的改命从来不是向外求，而是向内修。接下来的时间，我将为你揭开佛门里最深奥却也最生活化的6种无本布施。这是一份专门给所有在红尘中感到疲惫、渴望家庭圆满的人的改命指南。看完它，你会彻底明白如何用最简单的日常小事为自己和子孙存下取之不尽的阴德。第一种最至关也最不需要本钱的积阴德之法，佛经里称之为言施。什么是言施？顾名思义，就是用你和蔼的容颜、温柔的表情去布施给每一位与你相遇的众生。佛经上常说相由心生，你现在的这张脸其实就是你灵魂的模样，是你内心世界的镜子。你不妨仔细观察一下周围的人，那些命运比较坎坷、日子过得特别苦的人，往往都长着一张苦相。他们的眉头永远是紧锁的，嘴角是下垂的，眼神里透着哀怨，走在路上好像全天下都欠了他几百万没还一样。在面相学和风水学里，这就是典型的漏财相，也是招灾相。为什么？因为你的脸就是你们家里的第一风水。想象一个画面，你在外面辛苦了一整天，受了同伴的气，被对方刁难，晚上回到家，钥匙一转，门一推开，你给家人展示的是一张冷若冰霜、充满戾气的脸。那一瞬间，整个家的磁场立刻就结冰了。原本在客厅玩耍的孩子看到你这张脸，吓得不敢说话，赶紧躲回房间。原本想关心你今天过得好不好的伴侣，看到你眉头深锁，也只能把关心的话吞回肚子里。久而久之，家里没有了欢笑，只剩下小心翼翼的压抑。家里的财气、福气和贵人运就这样被你这张冷冰冰的脸硬生生地挡在了大门外。各位乡亲朋友，哪怕我们在外面受了天大的委屈，那是我们自己的业力，是我们必须去面对的功课。千万不要把外面的垃圾带回家，发泄在最无辜、最爱我们的家人身上。所谓的言施，就是在生活中修出一张慈悲的脸。就像我们在寺庙里一进门，总会先看到弥勒佛，弥勒菩萨大度能容，容天下难容之事，开口便笑，笑世间可笑之人。这不只是一种修养，更是一种极深的禅定功夫。我们举个最常见的例子，今天你高高兴兴地去餐馆吃饭，服务生在上菜的时候，一个不小心把热汤洒在了你的新衣服上，那一瞬间，你心里的无名火蹭的一下就冒出来了。你的本能反应可能是拍桌子、暴怒、破口大骂，
但就在这个关键时刻，如果你能深呼吸，转个念，你收起即将爆发的脾气，给那个吓得发抖的服务生一个宽容的微笑，轻轻地跟他说一句：没关系，这衣服洗洗就好了，你下次小心点。朋友啊，这一个简单的微笑就化解了一段恶缘，结下了一段善缘，那个服务生会感激你一辈子。你想想，这个年轻人本来可能吓得脑袋一片空白，以为今天不仅要赔钱，还要被主管痛骂一顿。你这一个微笑，等于是在他最无助的时候伸手拉了他一把。同时你也会发现，当你选择不发脾气的那一刻，你自己整顿饭的好心情也被保住了。你放过的不仅仅是别人，更是那个差点被情绪绑架的你自己。而你自己也在这一刻积下了一笔看不见的阴德。你的脸柔和了，你的心就柔和了，心柔和了，你的命自然也就跟着柔和了。各位乡亲，其实最难的修行往往就在我们最不经意的地方。说完了脸，我们接着来看看你的眼睛。第二种不需要花钱的布施叫做眼施，也就是用慈悲温暖的眼神去看待这世间的众生。俗话说，眼睛是心灵的窗户，更是人与人之间能量交换最直接的通道。我们扪心自问，在日常生活中，我们看人的眼神是不是常常带着钩子，带着审视，带着挑剔，带着比较，甚至带着势力？看到开名车、有权有势的人，我们的眼神里不知不觉就流露出一点讨好与巴结。看到穿着破旧、社会底层的穷苦人，眼神里又往往藏着一丝嫌弃与鄙夷。你知道吗？这种势利的眼神一旦射出去，就是在造业，就是在无形中损耗我们自己辛苦累积的福报。真正的眼施是像佛菩萨看众生一样，眼里只有悲悯，只有理解，只有包容。想想看，当你看着家里的孩子时，你是死死盯着他考卷上的分数，还是能看到他那个渴望被肯定、正在努力成长的灵魂？当你走在路上，看到路边捡资源回收的阿婆，或是无家可归的流浪汉，你是像看着脏东西一样加快脚步，嫌弃地走开，还是能用一种平静而温和的目光，看到他们也是在六道轮回中受苦受难的众生？哪怕你口袋里没有钱，什么都没有给他们，只要你投过去的那一瞥目光是温暖的，是尊重的，是把他们当作一个人来平等看待的，对方在灵魂深处就能接收到你这份强大的善意。这就是在度人，同时也是在度你自己。过去有一位道行很高的高僧曾经开示过，如果我们能够在生活中练就一双慈悲眼，那么你看着世间万物，山河大地，一草一木，便皆是如来，皆是亲人。当你愿意用这样的眼神去凝视这个世界，这个世界也一定会回报你最温柔的目光。你的人际关系自然就会变得顺遂，你生命中的贵人运也会在此刻为你悄悄开启。这就叫因果不虚。各位朋友，我们刚刚说了脸上的微笑，眼里的慈悲。接着我们来聊聊第三种威力巨大却也最容易被我们忽略的积阴德之法，叫做言施，也就是用你的言语去布施。佛家常讲，我们人这一生最难防的就是口业。我们这张嘴非常奇妙，它既能吐出芬芳的莲花，也能吐出咬死人的毒蛇。很多人辛辛苦苦大半辈子烧香拜佛，做牛做马，可是福报却总是积攒不起来。为什么？因为他们一辈子的福报都被这张破嘴给漏光了。在很多家庭里，我们常听到一句话，叫做我这个人就是刀子嘴豆腐心。你别见怪啊，朋友啊，这句话其实是世间最大的谎言，也是最大的妄语。你想想看，人的心跟嘴是连在一起的，
如果你的心真的是柔软的豆腐做的，那嘴巴里吐出来的话，怎么可能会是伤人的尖刀呢？只有心里早已经藏着刀子，嘴上才会把人割得鲜血淋漓。俗话说，恶语伤人6月寒。你的一句尖酸刻薄，一句情绪失控的谩骂，可能让你的伴侣、你的孩子在心里痛苦一辈子。这在佛家看来就是在造杀业。虽然这把刀不见血，但它却招招诛心。在佛教经典《百业经》里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公案。佛陀时代，有一位年轻的小沙弥看到一位老和尚在跨越水沟时动作有些迟缓滑稽。那天天气有点闷热，老和尚因为年纪大了，体力不好，加上身上的袈裟又大又重，在越过水沟时显得有些踉跄，差点滑倒。小沙弥年轻气盛，平时虽然反应快，却缺乏对长者的同理心。他不仅出言嘲弄，甚至还在水沟边上蹿下跳，刻意滑稽地模仿起老和尚笨拙的动作。小沙弥觉得好玩，就随口嘲笑了一句：“老和尚，你刚才跳过去的样子，简直就像一只猴子。”没想到，这位老和尚其实已经是证得阿罗汉果位的圣者。老和尚慈悲，并未动怒，只是用一种极其悲悯却又严肃的眼神看着他，叹息：“孩子，你可知你刚才嘲笑的是一位已经斩断烦恼的圣者？你这句戏言将会为你招来极大的苦果，赶快向三宝至诚忏悔吧。”听到老和尚这么说，小沙弥猛然惊醒，吓得立刻跪在泥地上磕头认错了，免去了下地狱的果报。但就因为这短短的一句恶语，这位小沙弥在接下来的轮回里整整做了500世的猴子。这就是因果的重量，一句不经意的话，果报却是如此深重。那么所谓的言师，我们到底该怎么做呢？其实很简单，就是学会说柔软语，说安慰语，说鼓励语。当你的朋友、家人失意落魄，觉得自己快撑不下去的时候，你不需要给他钱，你只要轻轻拍拍他的肩膀，看着他的眼睛，说一句：“没关系，我相信你，你一定能挺过去的。”这句话可能就是他在无边黑夜里的一盏明灯，让他重新长出活下去的勇气。这就是无量的功德。而当别人取得成就，买了新房，考上好学校的时候，请你收起心里那点酸溜溜的嫉妒，真诚地去赞叹一句：“你真的好棒，你太不容易了。”在佛法里，这叫做随喜功德。当你发自内心地去赞叹别人的好，你就能获得与他同等的功德，这就叫做借光。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守口如瓶，不论人非。当你听到东家长西家短，听到别人的八卦和烂事，请你让这些话烂在自己的肚子里，绝对不要去做那个传播是非的传声筒，切断了恶业的传播链条，保护了当事人的名声，这就是天大的积德。这种阴德虽然没有人看见，但老天爷手里的那本账可是记得清清楚楚。说完了嘴巴，我们接着看第4种积阴德的方法，叫做身施。身施就是用你的身体行动去给别人行方便。这不需要你去做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不需要你倾家荡产去修桥铺路。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真正的修行从来都不是坐在深山老林里，而是藏在我们每一天的柴米油盐琐碎生活里。什么是身施？你走在路上，看到步履蹒跚的老人要过马路，你下意识地走过去搀扶一把，这是身施。你赶着进电梯，看到后面还有人匆匆忙忙跑过来，你没有狂按关门键，而是伸出手按住开门键，多等了那短短的3秒钟，这是身施。你晚上去公园散步，看到路中间有一块可能会绊倒人的大石头，你顺脚把它踢到草丛里，免得半夜回家的人摔跤，这是身施。甚至你把自己吃完的便当盒洗干净，
分类好，不给收垃圾的清洁人员添麻烦，这都是满满的绅士。刘备曾说：勿以善小而不为。这些看似微不足道，连1块钱都不用花的小事，就像屋檐下滴落的一滴滴水，时间久了，终究会汇聚成福报的汪洋大海。各位朋友，我们要明白一个宇宙运行的真相，这个世界其实就是一个巨大的回力镖。你今天向外发射出去什么样的动作，什么样的能量，最后它都会在未来的某一天精准地弹回到你自己身上。你今天给别人让了一条路，明天当你走投无路的时候，自然就会有贵人为你打开一扇门。这就是最简单的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所以那些总是抱怨自己命运不好，抱怨遇不到贵人的人，我们真的应该静下心来反思一下，在过去的生活中，我们是否曾经主动伸出手去做过别人的贵人，哪怕只是帮一个陌生人提了一袋很重很重的菜。各位朋友，前面我们讲了脸上的微笑，眼里的慈悲，嘴里的善言，以及身体的行动，但这所有的源头其实都来自于同一个地方。这第5种也是所有布施中最核心最根本的方法，叫做心施，也就是看顾好你的起心动念。佛经里有一句非常震撼的话，叫做万法唯心造，一切福田不离方寸。这方寸之间指的就是我们的心。如果你的这颗心坏了，哪怕你天天吃斋念佛，捐钱盖庙，修桥铺路，那也只不过是做给别人看的伪善，是没有任何功德可言的。比如说，有些人去做慈善是为了节税，或者是为了博个好名声，这种带有强烈目的性的心念一动，功德瞬间就大打折扣了。所谓的心施，就是要修一颗成人之美的心，修一颗随喜赞叹的心。说实话，这对我们凡夫俗子的人性来说，真的太难了。因为在我们人性的深处，有一种根深蒂固的幽暗面，叫做见不得别人好。看到别人发大财了，心里就发酸；看到别人倒霉出洋相了，心里反而偷偷窃喜。这种嫉妒心，在佛家看来，就是烧毁你功德林的熊熊烈火。我们今天要修心，就是要跟这种阴暗的人性做斗争。佛教里另一个非常著名的公案，叫做贫女一灯。当年佛陀在世的时候，有一位国王为了供养佛陀，点了10万盏酥油灯，整个道场灯火通明，无比壮观。这时，有一位沿街乞讨的贫苦女子，叫做难陀，她平时连一顿温饱都难以求得，身上常年披着破衣烂衫。那天，她顶着烈日，辛苦乞讨了一整天，才好不容易讨来2枚铜板。灯油店老板见她衣衫褴褛，本不想理睬，但听闻她是要供佛，被其虔诚深深打动，特地多加了几倍的灯油给她。她看到国王做这么大的功德，心里非常欢喜，没有半点嫉妒。她把自己乞讨来仅有的一点点铜板，买了一盏最小的油灯，供养在佛前。她心里默默发愿，我现在贫穷，只能供养这盏小灯，愿这盏灯的光明能照亮一切众生的黑暗。到了深夜，起了一阵狂风，这阵狂风犹如猛兽般席卷而来，国王的10万盏灯一盏接着一盏在风中摇晃，被风吹灭了一大半。可是唯独贫女难陀的那盏小灯，无论风怎么吹，依然光明灿烂，怎么都熄不灭。当时神通第一的目犍连尊者甚至试图用强大的神力去扇灭那盏小灯，但火焰反而越烧越旺，光芒犹如日月般耀眼。佛陀的弟子问这是为什么？佛陀说，这盏灯是一位发了广大慈悲心的人所布施的，他的心包容了全天下的众生，心量有多大，这盏灯的光明就有多大，这是任何狂风都吹不灭的。朋友啊，这就叫做心施。
当你看到邻居买了新车，你能不能发自内心的替他高兴，想着他日子过得越来越好了，真替他开心？当你看到同事升职了，你能不能真诚的去祝福，而不是在背后酸溜溜的说他坏话？你要知道，嫉妒并不能把别人的好运抢过来，它只会把你的福报推得更远，因为你的心量太小了，量大福才大。如果你的心像针眼一样小，那连一粒芝麻大的福报你都装不下。如果你的心像大海一样宽广，那百川归海，世间所有的财富和好运最终都会流向你。修心师就是要把别人放在心上，懂得换位思考，懂得悲悯他人的不易。当你心里装满了对众生的爱，你就成了菩萨。你不需要去求佛，因为你自己就是一尊佛。接下来我们来聊聊第6种不需要花钱的布施，我们称之为让施，也有人说是作施。简单来说，就是在利益面前懂得退让一步，在争执面前懂得低头3分。我们现在这个社会戾气真的太重了，每个人走在路上好像都吃了一肚子火，大家都在争车道，争座位，争面子，争个输赢。结果呢，争来争去，赢得了一时的义气，却输掉了长久的福报。老子在《道德经》里讲过一句非常有智慧的话：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你退后一步，表面上看你好像是吃亏了，受委屈了，但其实你是把你吃亏的这点福报存进了天道的银行里。而且我告诉你，这家银行的利息高得吓人。我们举个最生活化的例子，今天你开车在路上，跟别人发生了一点小擦撞，对方不分青红皂白，跳下车就对你破口大骂，蛮不讲理。这个时候，如果你据理力争，跟他对骂，甚至大打出手，最后可能闹进警察局，浪费了一整天的时间，还惹上大麻烦，两败俱伤。但如果你深呼吸一口气，笑一笑，挥挥手跟他说，算了算了，人没事就好，你赶时间，你先走吧。朋友，你这轻轻的一挥手，就把一场可能会引发更大灾祸的恶缘瞬间消弭于无形之中了。老人常说，吃亏就是占便宜，吃亏是福。这句话绝对不是拿来安慰傻子的，这是看透了宇宙因果法则的高人才懂得顶级智慧。你当下所吃的那一点点亏，受的那一点点委屈，老天爷都在天上看得清清楚楚。他会在未来的某一天，以你完全意想不到的方式，加倍的补偿给你。或许是让你在无形中躲过了一场大车祸，或许是让你的身体避开了一场大病，又或许是让你的孩子在迷茫的时候刚好遇上了一位改变他一生的良师益友。这种隐形转换的福报才是人生最顶级的风水。各位朋友，听完了前面我们讲的这6种不花钱的布施，也就是积阴德的方法，你可能会觉得道理我都懂，听得也很感动。可是回到现实生活中，我到底该从哪里开始做起呢？其实修行从来都不是高高在上的空谈，更不是要求你立刻放下一切，跑到深山里去打坐。六祖坛经里说，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真正的道场不在寺庙里，而在你每天的柴米油盐里，在你每一次与人互动的当下。为了让大家能把今天听到的智慧真正变成改变命运的力量，我为大家整理了4个微修行的小清单。这些动作非常简单，不需要花你1分钱。今天看完这支影片，你马上就可以开始做。第一个微行动叫做进家门前的3秒换脸练习。我们每天下班回家，走到家门口，拿出钥匙准备开门的时候，请你先不要急着把门推开，停下来，给自己短短的3秒钟，闭上眼睛，深深的吸一口气，然后慢慢的吐出来。在吐气的同时，
想象把今天在外面受的老板的气、客户的刁难、路上的烦躁，全部像吐出灰色的烟雾一样吐得干干净净。然后对着门外的空气轻轻地扬起你的嘴角，给自己一个微笑，带着这个微笑推开家门，用温暖的声音对家人说一句：我回来了。朋友，这一个简单的换脸动作就是最棒的延诗。只要你坚持做1个礼拜，你会惊讶地发现你们家的磁场变了，家里的笑声变多了，风水自然就顺了。第2个微行动叫做每天送出一句走心的赞美。我们现代人往往有一个通病，对外界的陌生人客气得不得了，对自己最亲近的家人却吝啬的连一句好话都不肯说。从今天开始，试着每天找出一个小细节，去赞美你身边的人，这就是威力最大的延诗。吃晚饭的时候，看着太太的眼睛，真诚地说一句：你今天煮的这道卤肉特别香，辛苦你了。或是拍拍孩子的肩膀，跟他说：爸爸今天看到你吃完饭主动帮忙收碗筷，你真的很棒，长大了。你不需要花钱买礼物。这句充满温度的鼓励就会成为他们生命里的阳光。你嘴里吐出的是莲花，你收获的就会是充满爱的果报。第3个微行动是刻意练习一次微小的退让。明天你出门，无论是去菜市场买菜、搭捷运，还是自己开车，请给自己设定一个小目标。今天我要主动让一次步。看到有人打方向灯，急着切换车道，你轻轻踩个刹车，闪个灯，让他先过。在超商排队结账，看到后面的人赶时间，手里只拿着一罐饮料，你回头笑着跟他说：你东西少，你先结账吧。这就是让诗和绅诗的结合。在做这个退让的过程中，请你仔细去感受一下自己内心的状态，你会发现你的心里没有委屈，反而会涌起一种宽广、不计较的平静感。你会恍然大悟，原来让真的比争快乐太多了。第4个微行动也是最重要的一个，叫做睡前3分钟的关心亲临。每天晚上躺在床上准备睡觉前，请你闭上眼睛，给自己3分钟的时间，在脑海里回放一下今天发生的人事物。如果今天有遇到让你生气、委屈的人，请你在心里默默地对他说：这笔业障我还清了，我原谅你，我也放过我自己。如果今天看到别人发生了好事，在心里默默地祝福他，真替他高兴，愿他越来越好。把心里的嫉妒、怨恨、不甘心像倒垃圾一样全部打包丢掉，把我们这颗心清得干干净净，带着一颗感恩平静的心入睡。这就是最顶级的心诗。当你的心灵账户里没有负债，只有善良的存款，你连做梦都会是甜的。各位朋友，我们常说人生就像是一场漫长的旅行，我们赤条条地来到这个世界，最终也必将两手空空地离开。佛经里有一句话非常深刻，叫做万般带不走，唯有业随身。当我们在生命走到尽头的那一天，你存折里再多的存款，你名下再多的房产，你都带不走一分一毫。真正能跟着你的灵魂走向下一次轮回的，只有你这一生所造下的业。与其在临终的时候看着满屋子的金银财宝，却带不走一分一毫而感到悔恨，我们不如从现在开始，在自己的灵魂账户里存下厚厚的阴德。今天我们说的这6把金钥匙，管好你的脸色，修好你的眼神，说好每一句话，做好每一件小事，让出每一次的利益，护好你的善念。只要你愿意拿起其中一把，坚持去做，去把它变成你的生活习惯，不需要很久，可能3个月，可能半年，你会惊讶地发现
你家里的笑声变多了，你的身体变轻盈了，你遇到的人全都变善了。原本那些卡住的棘手的事情，突然之间全都顺了。这就是积阴德的强大威力。它就像春风化雨，润物细无声，却能让枯木逢春，让死灰复燃。这些不花一分钱的阴德，不仅能庇佑你这一生平安顺遂，逢凶化吉，它更能像一道无形的光环，庇荫你的子孙后代，让你的家族生生不息。所谓祖宗积德，子孙昌盛，这是千古不变的真理。各位朋友，命运从来没有亏待过谁，想改变命运，真的不需要去求神拜佛，不需要花大钱去改运，你就是自己命运最伟大的建筑师。愿荧幕前的你能听懂今天的这番话，从今天起，做一个面带微笑、眼含慈悲、口吐莲花、心存善念的人。当你开始行善，福报就已经在路上了。当你心存慈悲，你所在的地方便是这世间最美的风水。在影片即将结束的此刻，我想邀请所有看到这里的朋友，请你在留言区写下一句对自己、对家人或是对这个世界的善言与祈福。你可以写下愿家人平安健康，也可以写下愿世间充满慈悲，或是简单的一句阿弥陀佛。让我们把这无数个微小的善念汇聚在这个留言区里，形成一个强大温暖的正向磁场，让每一个点进这支影片的人都能沾染到你布施出来的这份福气。相逢即是有缘。如果你觉得今天的分享让你的心里多了一份平静，或者给了你一点点面对生活的力量，欢迎你轻轻点击一下订阅，并且把这支影片分享给你在乎的家人和朋友。这不仅是对我最大的鼓励，其实每一次的分享也都是一次无形的法布施，能让更多在红尘中陷入迷茫的心灵找到平静的解药。这条修心的路上，愿我们结伴同行，一起遇见更柔和、更有福气的自己。感谢你的陪伴，祝福你福慧双修，平安喜乐。我们下支影片再见，阿弥陀佛。